各位好，我是 Spike。今天呢是11月初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也正式的进入冬季了。昨天呢下了第一场薄薄的雪，那最近1个礼拜的气温应该已经维持在常规的零下1度2度这个样子啊，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做的事情，各位可能已经看到了，就是要更换雪胎。之前有观众在留言当中问过了啊，我那个外面太亮了，你们看着外面是大太阳，觉得好像是非常热的感觉，烈日炎炎的感觉，但是其实我这冷得要命啊！如果我不是一直在这干活，我都不敢穿这个衣服。其实现在我已经有点冷了。因为现在换轮胎也不需要通风了，所以我先把两边的门关上，这样就是大家看我的脸也不会太黑啊。里面开个灯，灯关掉是不是反而更好？也不行，这样吧。好，你看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媒体。什么事都会发生，然后换雪胎，所以之前有观众在下面问过是不是强制换雪胎，其实不是。像我去年在搬家之前也是同样的寒冷，因为2个城市纬度是一样的嘛，我就没换雪胎，原因是因为我也在跟我老婆商量说，雪胎这个玩意儿到底它有啥不一样啊？必要性强不强？就是2个白痴完全不懂的情况下在这自己琢磨。因为我们买这个二手车呢，当时他是送了4个雪胎嘛，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更换成本的问题。那你说为啥去年反正也有胎，为什么不换呢？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可能最重要的是懒，还有这个就是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换啊。就像可能我们2个人都是属于那种要搞清楚问题原委才能进行下一步的那种性格吧，所以就一直观望着。那个没有去换，再一个呢，去换呢还要花钱啊，就是那个去年刚来嘛，初来乍到，所以省钱是第一要位的啊。那再有一个呢，我因为换胎主要是我说换，那我老婆肯定也就不会不同意嘛，就这个事儿主要是我在管。我去年有一个执念，就是国内的观念带过来的，就是说换胎基本上都是要做这个4轮定位，那我就想换个胎其实不贵嘛，那我自己也能换备胎我也换过，但是4轮定位是自己无论如何都做不了的，你一定要到修车厂去做，或者专门这个轮胎店它才能够做，然后就一直卡在这里，然后就没换，然后开着觉得，哎，这没换好像也可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胎是4季胎，它也可以冬天用，只不过零下10度以上还行，那超过零下10度呢，其实不太好。但你真的没换也就没换了，它也不是说一定要强制你换啊。那后来在这边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也问了一下，最后终于搞明白了几件事情，也希望跟大家分享。那首先第一个呢，4轮定位其实跟轮胎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原来我自己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啊。因为4轮定位它主要定位的是你的大白话讲转向系统。修车我不懂啊，我完全是一个小白，正在学习当中。我只是跟大家去分享我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任何的修车节目，如果有懂的观众看到了，我非常的恳请您可以在下面留言对我进行指正啊，非常感谢。就是4轮定位它只是控制的是转向系统，也就是说你的方向盘明明是打直的情况下，这个轮胎呢是往左或者往右偏。或者有的时候调的呢是这2个轮子的这样的倾角，是4轮定位是调的这个东西，所以其实你换轮胎呢，它和4轮定位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就是4轮定位是4轮定位，换轮胎是换轮胎，换轮胎也不会影响到4轮定位，顶多呢要做一下轮胎的动平衡，因为希望轮胎在转起来的时候不会转偏，不会因为某一个地方重量和这边相比有一丢丢的差别，然后轮胎会飘。这个东西其实不是特别的重要啊，就是所有的轮胎店都能换，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个之后呢，就消除了我一大部分的担忧。那还有另外一个我
一直想要搞明白的就是这个所谓的雪胎，在寒冷地区的雪胎，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的性能跟普通的轮胎到底有什么差别？有没有必要去换？因为我看到现在我已经装的这个轮胎，它写的也有 winter， 就是也标了那个下雪的那个标志。那我就想，这东西不也是雪胎吗？然后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跟咨询之后，才发现其实它标了冬天，标了雪花，标了下雪，只是证明它能够在比如说0度到-10度的这种普通的冬天下面，用的比较好。当然，你真的像我们这边就是冬天会在-20多度到30度，然后极端有那么2天可能会达到-40多度的情况下，你就是要用这个胎，不是不能用，因为我们也试验过了，其实还好，没什么太不好的感觉。但是呢，如果你换真正的雪胎，它在那个上面会标记一个山峰的标志，好像等一下可以大家看一下啊。那这个雪胎它换的必要性在于哪里呢？就是这种雪胎啊，它虽然比普通的4季胎要厚一些，所以你如果不是冬天，你开雪胎其实是要费油的，要更费油的，因为这个轮胎厚，它的纹理也比较深，那它转起来的时候就会挂风嘛，你挂起来更多的风就会带来更多的阻力，那汽车就要用更多的动力来抵消这个阻力，那这不就是费油吗？就浪费动力嘛。但其实也还好啊，不会那么明显，我认为不会那么明显啊，就是肯定会有一点的。但是雪胎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在-30度、40多度的这种天气里面，它在这么寒冷的情况下，它还能够保证这个轮胎的这个胶皮是柔软且有弹性的。但是如果是普通的4季胎，你一旦到了20多度、-20多度、-30多度，甚至-40度的时候，它的那个轮胎表面的那个皮子就已经被冻得非常的硬和脆了。那其实这样呢，就对轮胎有非常不好，就是你可能会影响驾车安全。那现在我回头想一想，去年我们没有换胎，但是就是在冬季，应该是在冬季的，可能不是在极寒的那几天啊，但是应该也是在冬天吧，冬天的前后，就是轮胎被扎了2次，去补了2回胎。因为虽然我买的是二手车，但是也是在正规的那个就是像 4S 店那种地方，就是 4S 店它虽然只做一个品牌的销售，但它也顺带卖二手车，其他品牌也都卖。所以我们是在那里买的，它是有1年的这个质保的，所以扎胎是含在质保范围内的，扎了2次都没花钱。其中第2次是我好像之前说过是扎在内侧了嘛，那轮胎已经没法补了，所以就换了一个新的轮胎。那我现在想一想，有可能啊，也是跟冬天的时候这个普通的4季胎它变脆了、变硬了，所以它更容易被戳穿。这可能有这个关系，因为在那种特别寒冷的天气，而且地面又有非常多雪的情况下，这个冰和雪的路面上的冰和雪其实是非常坚硬的。那你在上面开的时候，其实是在那种天气下是完全轮胎是接触不到水泥路面的。就是你车是完全跟雪在接触嘛，就是在冰上走，在冰雪上走，根本不是在水泥路面上走。所以不论从防滑的性能，还是从轮胎对于自我的保护，包括它的弹性、它的柔软度等等，其实还是应该说换雪胎的。那一般来讲呢，我们也顺便问了啊，一般在加拿大寒冷地区的当地，基本上就是在冬天是在10月、11月这2个月会集中的换成雪地胎，然后春天来了之后呢，一般是在4月、5月这2个月再会换回普通的4季轮胎。那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当我们去光顾一些超市啊，什么像沃尔玛啊、Costco 啊这些超市，它大概率上旁边都配的有自己家的轮胎店嘛，它不是修车店，它是专门负责换轮胎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边就开始排队了。然后像我们对面那个邻居，我也偷偷的观察到了，他是应该是自己找了一些客源，然后也在帮人家偷偷的去做一些换胎啊、修车的这个工作，然后收点钱。其实如果你在国外的话，在一些像 Facebook 的二手商店这样去搜一下，还是有挺多人接这个活的。换一个胎好像20-30加币吧，换成人民币一个胎就是100到150块钱人民币左右。那你换4个，其实还是有点小贵的，我觉得，当然以我的经济实力来看，还是有点小贵的。所以我也在想，我要不要也做起来这门生意啊？但是可能，再看着吧。如果做这个生意的话，
哪怕一年能接个不是一年啊，1个月能接个1到2单，它已经超过我目前现在 YouTube 的这个频道收入了。好嘞，那今天就给大家去现场看一看这2个胎，它的胎纹是怎么标记的，以及到底如何识别什么样的是雪胎，什么样的是普通的4季胎。那怎么去区分这个轮胎是不是4季轮胎呢？就是你可以找到轮胎上的这个标志，它写的是 M+S。那之前我就以为这个就是雪地胎了，所以它是灰尘和雪地都是可以使用的。那我刚来的时候不懂嘛，我就觉得，哎，这不就是雪地胎吗？那为什么要换呢？我还跟我老婆说，就是他们这个经销商是不是给我们轮胎的时候送错了，跟我们说是4季胎，其实送了个雪地胎。我还在这样去怀疑，但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就是4季胎它标的就是 M+S， 像这种就是4季胎，它虽然写的是雪地，但是它不能坚持那种极寒的天气。雪地胎我目前都是放在我的这个货架上。我刚搬过来的时候，其实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买一个专门放轮胎的架子哈，但是囊中羞涩嘛，先拿下来一个。这个戴手套呢，一方面是保护，但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冷。现在是零下3度，而且我看到一些那个汽车的那个卖汽车配件的商店，它是有专门卖装这个轮胎的那种袋子的。像我们这个就是当时人家买车的时候送给我们的，我们就一直拿这个塑料袋在装。一个出来，这个袋子还得装另一个。像这种就比较方便，你可以看到这个水胎，这个用的就是比较便宜的钢圈。哇塞，这个到底是生锈了还好，应该是灰尘。比较便宜的钢圈，那这样就比较方便，自己家就可以换，因为轮胎都是打好气的，顶多是检查一些气压就好了。关键是这个圈你不用再换了。所以在加拿大，你应该能够看到蛮多车，就是一到了冬天，在外面都是那种像这种比较廉价便宜也有点丑的这种钢圈，它就不是那个好看的铝合金圈了。原因就是因为它冬天换了这种雪胎，这种就比较简单，你不管到修车店还是自己换都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你只有轮胎没有这个圈的话，那其实就是像汽车补胎一样了，你要专门的这个补胎的机器，要把这个轮胎从圈上拿下来，然后再装上去，然后再重新充气，这个就更复杂一些。这个一般人力就不可为了，也不是说绝对不可为，但是会累死的，因为它毕竟不是自行车嘛。自行车补胎应该大家都见过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真正的雪胎，它上面会写的是什么？真正的雪胎它的标记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看到有太阳、有雨、有雪花，但是这个也，你光看到这个也不能100%确定它就是雪胎。因为你看它下面也有写 M+S， 看到吗？ M+S 它也有的。所以到底怎么来去确定这个轮胎它到底是不是雪胎呢？我问下来的是这样啊，看来刚才我记得还是对的。你是要看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标志，就是一个雪花外面一个山峰的标志。我估计这个应该不是山峰吧，应该就是冬天下雪的时候那个不会被这个冰扎破的，那么容易被冰扎破，应该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一定要看这个标志，才能证明它是雪胎。那相比较而言呢，这个胎它的胎纹就会比普通的会深一点。然后我看一下这个胎的生产日期，在这儿，那看到吗？1020，也就是20年的第10周。那这个应该是这个前车主，真正换雪胎的时间。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2个胎的胎纹。那这个胎它明显胎纹会比较深，而且你会看到它的花纹，特别是像这里，它是有锯齿一样的这种，用来更好的进行防滑。但是这种呢，其实就没有，就是普通的这种常见的样子。明显这个花纹会更复杂。但是我也不懂啊，我只能看出来这么多。等一会儿我拿螺丝刀把这些小的石头挑一挑。最后把我的这个可以变的螺丝刀
这是两头的可以变的这个螺丝刀，已经挑坏了，已经非常的松，就基本上这个就告别了，就是因为这样别，老是这样别的，把它已经别坏了。最好是用这种尖嘴钳。其实我这个呢，嘴不是很尖，如果你们要挑的话，最好是买比我这个的嘴再尖一点的，反正越尖越好，但是不要太细。如果太细了的话，它力度不够。那像这种石头，你就直接这样是夹出来的。那我为什么刚一开始那么直觉的认为就应该用螺丝刀呢？原因是因为原来看过一个汽车的服务商的广告，就是说他们维护车辆拍了一个 B 肉，就是空镜头，就是一个人一个技师在帮助客户挑这个轮胎上的石头，他是拿螺丝刀挑的，所以就对我造成了非常大的误导。像每次换这样的轮胎，如果你真的是到店里去花钱让别人帮你换，他大概率上是绝对不会这样帮你去挑这些轮胎上的这个石头子的。你看我这轮胎上挑出来了多少？这基本上是一个轮胎上的石子。自己换雪胎的一个好处是你可以随时换，按照自己的需求，不用排队。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按照正确的螺丝的扭力来去紧固你的雪胎的螺丝。今天我还看到群里有人说去 Costco 换雪胎，然后把所有的轮胎螺丝全都给拧坏了，然后自己再去修，花了几百块钱。那我觉得这个就挺冤枉的。所以大家在自己换雪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件事情，一个是螺丝的紧度，也就是扭力值，千万不要拧得过紧。再有一个呢，就是拧螺丝的顺序。你可以先简单的把螺丝全都拧好，然后在网上查找到你螺丝的正确的扭力。那我现在使用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扭力扳手，它是可以设定扭力值的。当到达一定的紧度以后，你就算再用力，它也不会再把螺丝拧紧了。这个数值每一辆车不同，但是去网上搜一下还是比较方便找到的。当设置好了扭力扳手的扭力值之后，你就可以用扭力扳手来按着一定的顺序去拧紧轮胎的螺丝。那一般的规律呢，就是你可以选择从任何一个螺丝开始拧。那第二个螺丝呢，一般就会选择离它最远的那一个，然后第三个选择离第二个最远的那一个，第四个呢选择离第三个最远的这个，依次类推，把所有的螺丝都拧完。但是注意，拧完了以后，我们还一定要按照顺序挨着个再去用扭力扳手检查一下。比如说现在我其实已经5个螺丝全拧完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还是会再次的用扭力扳手从第5个开始，检查一下，然后顺序来，第2个检查一下，第3个检查一下，第4个检查一下，第5个检查一下。因为扭力扳手一旦达到扭力值，你就会听到咔嗒一声，那这个声音的出现就证明你的松紧已经到位了。当全部进行完成之后，不要忘了检查轮胎的胎压，而你的车正确的胎压会比扭矩好找得多，它就在司机的门打开之后，一般都是会贴在这个门框上，你只要去找一下就可以看到你的4个轮胎的胎压是多少。一般是4个轮胎都是一样的，但也不排除有一些车型4个轮胎的胎压是不同的。总之按照这边厂家建议的胎压去对轮胎进行打气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也可以顺便检查一下备胎的胎压。那像我用的这个呢，是一个最简易的，像传统的尺子一样的一个胎压表。那当我把胎压表按压在这个打气口的位置的时候呢，它下面会弹出来，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刻度，就会知道我现在的胎压值是多少。我的车是35，现在只有25，所以还是差挺多的，毕竟放了1年了，所以现在我就要把它进行打气，打完之后所有的换雪胎的工作才算正式完成。换轮胎的这期节目呢，其实是我在11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录制好的。那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接近11月底了。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剪辑，因为像这种一边修车一边拍，那你一定要是通过剪辑的，有一些要加速，有一些要剪掉，然后有一些还要配置就是录制话外音等等等等。但是我
在这期节目结束之前，我非常非常希望跟大家分享几个特别我认为值得分享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但凡你有点能力这个能力可能指的是体力吧，可能很多女生真的让她去拧螺丝，特别是轮胎的螺丝还真的是蛮紧的，但是你其实可以试一试这个100到150牛米到底是多大的一个力量因为我个人建议是，但凡你能有拧动螺丝的这个力量呢，你可以真的考虑自己去换轮胎。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住在比较寒冷的地区，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到其他的地方去让别人帮你换轮胎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面的，特别你要经历一些雪天，又可能会，特别是冬天要跑高速的话，因为大家知道轮胎上面一般也至少要有5个螺丝，有些大一点的轮胎会更多。那正常来讲呢，我们的汽车的设计要求是需要这5个螺丝它拧的紧度是一致的，既不能过松也不能过紧。那更重要的是5个螺丝要有相同的紧度，这样呢才会造成它的力量的均衡，它不会把更多的力去施加到某一个螺丝上面。如果说你紧度不一样，有一个拧得特别紧，那你在轮胎旋转的过程当中就很有可能造成这一颗螺丝过度的疲劳，严重的就有可能会断裂，那也会造成你的轮胎跑起来不是特别的平衡。那如果要均匀的话，那你还是要保证它的扭力是在厂家设定的范围的。你比如说轿车和一个卡车，那么它的轮胎上面螺丝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它上紧所要求的扭力值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呢，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网上搜索，应该还是蛮好找的不一定100%的准确，但是比如像我的车，我找到的就是100到150牛米，所以基本上我会用100或者110、120牛米这样的力量来去拧紧它。那这就需要你去买一个扭力扳手，那也没有多少钱，你自己换轮胎的话，省下的价格的1/4，你就可以买一个扭力扳手了，而且这一个扳手可以让你一直用下去，几乎是不会坏的。所以当你去找好了扭力值之后，按照我影片当中所介绍的永远拧离上一个最远距离的那个螺丝就是画五角星这样的方式去拧紧，拧紧完了之后再按照画圆圈的这样的方式去检查一遍，你就可以真真正正的从内心踏踏实实的知道我的4个轮子的每一颗螺丝都是在正确的紧度，也就是扭力值上，并且是平均受力的。这一点对于轮胎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是今天我刚刚听我老婆在那边跟我讲这个事情，就是群里有人说在 Costco 换的这个雪胎严重到把轮胎上面所有的螺丝全都拧歪了，螺丝都拧花了。而我买的这辆车所有的4个轮胎，一个轮胎5个螺丝，4、5、20个螺丝里面就有一个螺丝是被拧变形了。我每次拆轮胎的时候，那一个螺丝就会很难把套筒套进去，然后套进去拧完之后很难拔出来。那我为了这个呢，还专门去网上买了2颗螺丝，要把它给替换掉。所以这些其实如果你自己去修理是全都可以避免掉的，而且你会省了大量的时间，你不用提前去预约，你不用预约排队，你到那里面不用再排队等待，然后你自己随便找一个什么时间就把它换掉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由于是第一次换嘛，我觉得我知道换雪胎会费油，但是我认为也不会费太多。但其实我换完了之后2个星期开下来，我发现这个费油的量是翻倍的。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太夸张了，可能是因为这个轮胎比较软吧。其实这2天我们这边已经达到了-10几度，接近-20度，但是还没有下很大的雪，但路面上是有霜的，但是主干道会好一点，因为车会比较多嘛。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必要这么早换雪胎的。但如果你不是自己换，你要到店里去换，你就不得不提前换，然后你要去预约，你要去排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你会过早的换掉之后，那就意味着之后即便不下雪，你也会有非常高的油耗。所以其实我换完那个雪胎1个礼拜之后，我又把雪胎换回来了。那我就可以完全看天气，什么时候下雪了，什么时候路面上就是包括主干道已经都结冰了，大部分的道路已经开始结冰了，在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换就换。
因为我所有的工具齐全、知识齐全的情况下，我自己在车库里面换一个雪胎，基本上半个小时之内再怎么磨叽也换完了。所以其实我个人也是一个修车小白，但是在我来到了加拿大有条件去进行自己琢磨和研究修车的前提下，我发现自己修车的好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多到可能真的不仅仅是一个金钱的问题。很多时候真的是跟行车安全和各种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是环环相扣的。那你看这个一来一往，自己换雪胎就能不但在安全上有保证，而且能够省很多的钱。那同样的，自己换机油，自己去检查车辆的一些状况，慢慢的进行学习，其实只要你安下心来好好学习，不要太莽撞了，保证自己具备了足够的知识之后再去动手能力稍微强一点，不强的话呢，努力锻炼一下。那我觉得修车这件事情你还是可以乐在其中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明明不会修车，刚开始玩车，也希望能够拍摄一些修车的影片呈现给大家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希望可以跟我一样在北美地区或者是在澳洲这样有条件自己修车的观众提供一些额外的帮助。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